各位朋友啊，我们常常说可能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台湾的名嘴呢，从最近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迹象，也都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沈毅和周锡伟先生在对谈中都说台湾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要抓紧跟大陆谈和平统一。苏恒去了这个两岸的海峡论坛，苏恒也披露了一组数据，说在台湾呢，铁杆支持台独的比例也是越来越低了。而中国海警最近的一个表态，就彻底的砸碎了这个台独他们的时间的幻想。海警的表态那是非常的直接了。大陆海警在6月13号上午，在台岛东部、绿岛东南方60海里处，2艘大陆的海警船与台湾的巡护9号的公务船正面相遇。大陆海警拿起了高频话筒，说出了2句台湾从未公开听到过的话。第一句，所谓的中华民国不存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几十年，民进党靠着虚构的国号洗脑岛内的民众建立所谓的这种安全框架。这次中国海警的喊话只强调一个中国这个说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第二句，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批准，你无权在此开展所谓的执法行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是中国的海警明确的指出，你只是一个省。这个中国海警的喊话，它可不是随便喊的呀，朋友们。呼叫中国海警船252栋梁，呼叫中国海警船252栋梁。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护9号广播。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里是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你方在该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或管辖权，你的行为已经违反国际法，我要求你立即离开。Listen up, China Coast Guard. This is Taiwan's waters. This is not your waters. You don't belong here.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China. 各位朋友，你看看这个台湾的民事新闻在推特上的用词儿，连这帮海警他喊的都是中华民国。中国海警说中华民国不存在了。这个民事新闻，这个绿色的媒体有多么的不要脸，有多么的猖狂台独。你看他的用词里说，海警就是海巡署广播回应，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这个海巡署敢说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吗？最好你赶紧说，说完了以后你不就宣布台独了吗？他说的是中华民国，中国海警说中华民国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重磅的信号朋友们。苏恒在海峡论坛上也说了，在台湾铁杆台独比例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识到了现状。最近一份的联合报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创下历年的新低。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和大陆来谈判。台湾人不是不想，是以前不敢想，现在开始敢。敢了是因为看见了别人怎么对你，也看见了谁才是真正站在你身边的。美国限制台积电的高端芯片销往中国大陆，台积电如果照办，那中国大陆卖给台积电唯一依靠的稀土要不要断？要不要减少？大陆可不可以跟台积电讲说，你用我的稀土，但是你高端芯片不准卖给美国？各位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差别，美国竟然去逼台积电要到美国去设厂，所有的技术人才都要过去。而且台积电规定他说，你因为用到我的智慧财产权，
技术，所以你不准，而且你用 ASML 光刻机，所以你不准把你高端芯片卖给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像美国一样对台湾的台积电？中国大陆反而还认为说要保护台积电，为什么？台积电就中国人的台积电啊，不是你美国人的台积电啊。那我如果对台积电也同样的方法去压台积电，那台积电不就没有办法生产下去了？那台湾经济不是就崩了吗？台湾现在真的是靠半导体跟芯片啊，所以你看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但是这个事情过去没有人去讲。我在前一阵子开始讲出来之后，许多人就跟我讲说：“哇，他说你终于讲出我们不知道的真相。”我说：“对呀，你说大陆对台湾好不好？从台积电就可以看到了嘛。你看大陆对全世界的稀土都有管制，对不对？为什么唯独对台湾没有管制？他不知道台积电的高端芯片是卖给美国，甚至卖给美国去做军火的吗？他知道啊。”但是他要让你能够生存下去，让台湾的经济能够好啊。第二个我要再讲，台湾不是缺电吗？金门不是缺水吗？对，台湾不是缺很多的物资吗？大陆说我通通可以给你台湾啊，觉得合理的价格我都可以给你啊。台湾人知道了吗？台湾人知道吗？台湾人知道民进党过去骗大家，然后你一直搞火力发电啊，伤害大家的健康，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台湾人知不知道？台湾人慢慢都知道了。那大陆有好的合理的电，我跟各位讲啊 ，AI 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的，它只能做到一个程度，因为台湾电不够，到时候要不要轮流停电？你没有电就是没有电，你电力不够，你就不能发展 AI 嘛。那将来的电什么问题？什么大的问题 ？AI 将来台湾是一定要好好发展的。不发展是不行的。那我问所有台湾的同胞，大家都知道，电将来从哪里来？不可能来得及，也不可能够。那一定要靠大陆嘛。所以大陆这么大方跟你讲说电可以啊，我可以给你啊，用最合理的价钱可以给你啊，因为你是台湾同胞。那你认为这个不会让台湾同胞感受得到吗？台湾同胞难道都是白眼狼吗？我相信不是嘛。那你认为民进党能够骗多久呢？我另外要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会用讲到和平谈判？为什么要用和平的交流作为唯一解决两岸在僵局的原因？就是因为和平就不会有战争嘛，就不会有实质上的伤害嘛。和平的方式是最温和、最好的一个方式，对两岸的中国人来讲是最好的方式嘛。所以当然要讲和平，但在过去。民进党会说和平是不对的，因为大陆一直要用武力对台湾。其实大陆对台湾从来没有想过用武力，这么强的时候都没有过，以前也没有。只有说你民进党要搞台独，把台湾跟大陆分裂出去，那针对的是你这一小撮的台独的人嘛。那台湾人民过去是被民进党骗的嘛，所以什么抗中保台，其实是抗中保独嘛。那问题是说，台湾的民众过去受骗的嘛，现在慢慢看不是了，所以现在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做两岸所有的问题的解决，甚至走向未来的一个中国，我觉得是很好的时机点。为什么现在都开始有这样的文章呢？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中国时报为什么在这时候会讲这个文章，然后接续讲，还有更接下去讲。就是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台湾同胞现在应该要建立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到底跟中国大陆，我们将来跟大陆的同胞，我们要怎么样的相处？台湾同胞到底要什么，然后才能够跟大陆能够谈嘛？你现在你自己台湾都没有一个整体的共识，到底我们要跟大陆将来未来我们希望怎么样相处？比方讲。台湾同胞要不害怕大陆，对不对？不害怕大陆就很简单嘛。那不害怕大陆什么？第一个，台湾说，我将来的金融会不会被你管啊？但是有人又讲说，我台币将来跟人民币要不要1:1或者2:1来对比哈？这你不要笑哈。就很多人就会讲说，那大陆人来了以后，我的财产会不会没有？会不会被没收？
就是很多台湾人，你不要讲他幼稚不幼稚，就是因为他过去的观念，他没有这个观念嘛，所以我们要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建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台湾缺的，现在台湾很多人都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不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接受民进党的那所谓的糖衣啊？要不要接受啊？那台湾很多人在想了，因为很务实啊，要不然我企业过不下去啊，我企业将来会倒啊，对不对？那我要不要很务实的？那务实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大陆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条件，对不对？比方讲关税什么样的条件，或者零关税，或者将来所有的进出都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缺的都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也希望大陆同胞不要认为说我们今天真的是白眼狼哈，我们不是的。因为什么？台湾同胞在过去民进党那段时间，甚至我刚刚才在强调的，国民党刚开始到台湾的时候，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没有讲大陆共产党的好话嘛？你要晓得这是既定的印象，既定的印象你要想办法把它去消除嘛。消除就是大陆一定要释放善意，台湾老百姓才会知道说他用了这个善意，他知道这个善意是真的，他就开始有放下那个戒备心嘛。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最重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你在想什么？到底你觉得什么样才是你觉得两岸应该有的正常的一个关系？好，那我觉得在这时候就是开始建立了。所以各位要看到的是，先讲一个和平的交流、和平的方式，但实际上也是让台湾的老百姓心里面能有一个安定剂，就是两岸关系绝对是用和平的。那和平包括所有的台湾老百姓将来的生活是很有保障的。所有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很有保障的。更有一点，我觉得陈毅老师刚刚有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再把它强化一下。大陆的军事的强大是台湾人民生命跟财产的保障。大陆的军事强大是保护台湾将来不会受到外国的欺负、剥削跟殖民。我要讲殖民就是日本，日本从来没有放弃再次殖民台湾。那美国也没有放弃对台湾的剥削，那世界上也没有放弃过去对台湾的那种利用。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要让台湾人民知道说，大陆的军事的强大、经济的强大其实是台湾人民未来最大的保障。尤其这次巡航在那个东南海跟台湾的东部很重要的，因为日本跟菲律宾要瓜分呢，在我们台湾讲的领土啊，我们的捕鱼权啊，我们的所有的权利啊，谁来保护我们？大陆来保护我们的。那大陆的飞弹跟导弹不是对台湾的，是对其他的国家，如果要从太平洋这边来攻打台湾或者欺负台湾，台湾是过去台湾史是很艰辛的，除了那个甲午战争被割让之外，以前都有许多外国的国家都侵略过台湾呢。所以我们这段艰辛的历史，现在大陆可以让台湾同胞知道说，军事的强大、经济的强大，最主要是保护台湾人民的生活跟财产的安全，跟未来美好的发展。我刚刚听到沈毅老师讲的这段话，我就是心里心有戚戚焉，我再加强一下，谢谢。周总帮我们在这个议题上讲到了您对于岛内媒体开始集中聊这个和谈的这个主流舆论正在发生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您带来自己的一个解读。那我关注到有舆论就把这种现象定位叫做值得珍惜的新起点，所以沈毅老师您怎么看？就正当时的公众号就讲得很清楚，叫两岸主流舆论合统议题同频共振，值得珍惜。我印象中如果没错的话，这应该是，这说远了就49年以来第一次两岸的舆论岛内舆论，不管是在多大范围上，但至少是岛内像中国时报这样的主流舆论，在公开的舆论表达当中就和平统一，就合统这个问题跟大陆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至少是在舆论表态上的相向而行。你站在大陆的角度，如果你就观察对岛内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两岸的这种工作或者两岸关系的这样一种运营，这应该是就除了九二共识的那种达成之外，另一个这种
公开的、有明确现象可证的，两边真的在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在做出一种共同的表达，所以它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去重视都是不为过的。因为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讲，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证明说，你看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你这么长时间的持续的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些正面的这样一些回应，并且这个正面的回应是在舆论空间当中，是通过中国时报这样的媒体和平台进行正向的这样一种表达，这是第一。第二，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就是岛内当局能够从三明治那条线上对这个东西来一波类似于像疯狂打压的那种绞杀，你看到它拉不起来。那我刚才觉得周董有一个观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向我们证明说，台湾岛内民众其实是非常务实，也非常现实，也是非常理性的。就是大陆的实力、大陆的发展对于岛内意味着什么，民众还是倾向于从自己生活的感知方面，从日常获取的信息方面去进行的这样一种学习的过程吧。就像正当时那个文章所描述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你可以理解为在我看来有的时候过了一些拐点之后，这个历史其实是加速演进的。什么叫加速演进？现在是2026年，我们把它推到4-5年，就是2022年的时候，当俄乌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民进党那边非常开心的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对吧？你看这个乌克兰没有台湾那么重要啊，我们这边又有芯片，有什么重要？然后乌克兰那边得到了美国的援助，现在这句话没有一个民进党人敢认领，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没有人敢认领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原来打仗居然是这么糟糕的一件事情，到最后打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第二个，19年的时候，蔡英文非常明确的在那儿去吹说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说台湾变香港。然后我认识的岛内的那个也是好朋友，这个新媒体的柳杰克，他开过他的和平实讲，里面明确讲，就如果真让你选，你是选台湾变香港还是台湾变乌克兰，让你2选1，没有任何别的选项，你选哪一个？就大家务实一点去讲的，结合刚才周总刚才说的，我认为他刚才说的有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确实岛内需要有识之士，也许并不一定是政界的人物立刻出来，但至少在社会面上有影响力的人，在媒体空间确实可以启动讨论，就是说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和平统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说你有哪些预期。那我非常同意周董刚才那个观点，这是我自己，因为我以前不是做两岸关系方向的，从中美关系、国家安全这种切进来做研究，然后确实就是两岸之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这种信息茧房，尤其是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这个认知，对共产党的政府它的这个执政，它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具体内涵，或者是如果统一之后可能对于台湾岛内去实行的这样一些政策，它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错误认知或者是误解。但这个错误认知和误解不是他故意要去得逞的，是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一直他们被灌输和教育所形成的这样一种错误的信息，这样一种信息茧房。那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值得乐观的，就是或者说是谨慎乐观的，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因为大陆对于两岸沟通交流所持有的这样一种态度和这样一种政策，就像我之前说的，所有有兴趣的台湾岛内民众可以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你自己来看大陆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再想一想，过上这样一些生活的，或者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程度的大陆，会不会对台湾岛内去做出有一些所想出的这样一些事情？那这边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馆长陈之汉他的这个直播，他所带来的这样一种表达，他就一个一个来嘛，反正你民进党说什么，然后我就到这儿来看，然后这地方究竟是不是这样，然后这样去消，对吧？当然，在这种时候，就像大家知道的，根据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就是有影响力的 KOL， 像馆长
这个政界或者社会界有影响力、有名望的，比如像周董这样，那你们的这个影响力就很重要。这影响力帮助什么？帮助台湾民众去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进行思考。比如说，当经济水平和各方面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大陆统一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去做所谓破坏台湾岛内民众生活方式或者剥夺他们财产的这样一些举措？他有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嘛？对吧？那这个问题大家是可以去讨论的，而且我相信讨论完了之后就会变得更加务实。而且另外一些方面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因为有些人要去类比嘛，德国什么东德西德统一的时候，这个汇率新台币和人民币的比例这些都是技术问题。但这些问题我觉得从讨论的角度上来说，不是说我们达成某些技术上的这样一些和解，或者说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我认为现在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和平统一这个议题本身在岛内的舆论当中去除它长期被抹黑，从一个政治禁忌变成一个大家自觉去讨论的议题。就以前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触碰的话题，一旦触碰了之后，你会有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些后果。但是现在需要慢慢的从舆论，然后到政治生态，到岛内的社会实践以及岛内政治过程当中，都变成一个各方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我相信台湾岛内的民众肯定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台湾岛内自己那些搞台独的那些力量，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实力去做到他们想要说的那些事情。第二个，他们聚焦于去塑造一些绿色恐怖，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持他那种没有能力去进行有效执政，但是要窃居那个权威的所谓这种大内宣的需求。第三个就是从大陆方向上来说，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外部去逼退任何要染指，一个是统独议题，第二个是台湾岛内民众真正意义上合法权益的外部势力。那这点上我高度同意这个周董说的那个看法，就是这次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这个海上这个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问题上，大陆的果断介入。这个介入很简单，就是在保障台湾岛内的这个权益，这尤其是台湾岛内民众的渔权。因为专属经济区里面就有两大权益，一个是渔权，一个是海洋底部矿产资源和底土的这样一些权益。那有最直白影响的是，如果说这次就让他们两家分掉了，他制造了一个法律上的基础事实之后，他就开始在专属经济区执行他的护渔政策。那么台湾岛内民众出了24海里，直接就进了对方的专属经济区。那后面这个场子就热闹了。当然，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而且会有很多这样的实践。每一次的实践都在实体和认知层面会产生效果，就是在实体层面让岛内民众进一步的看到现实，在认知层面就让非常务实的岛内民众在认知层面慢慢的或者说比较迅速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进行自己的思考。就是有一些那种根本做不到的白日梦一样的东西，什么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搞台独，什么让日本人让美国人过来帮我们搞台独，这个早就已经是排除掉的错误选项。如何朝着正确的对台湾岛内民众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去构建一个和平统一的方案，我认为应该成为岛内的各方共识。就像我在和亮哥的节目上面讲到的，对于岛内而言，现在是主动过来谈如何和平统一，收益最大，各方面自由度最高的这样一个时期。而且我希望大家都能珍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真的两边都是同胞，何必弄到最后要那个样子呢，对吧？能够，而且关键问题是我个人觉得，从普通民众的底层实践而言，这个已经是没有什么好多商量的问题，无非就是有一些政治力量冲着他们的一己私欲，所以有些地方还掰不下来嘛，就还在那硬凹着。诚如沈毅周锡伟苏恒所说，现在呢，台湾真的是应该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了。你想想，满打满算到2028年，这应该是个大限了吧？无论是谁上台，如果绿的还上台的话，那赖清德的末日可就到了。
如果真的蓝白能够顺利的和了以后上台的话，那也得谈两岸的和平统一了呀。你再不谈和平统一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机会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